因为大家都对东芝的这款水波炉念念不忘，今天就来详细分享一下我的使用体验，供大家参考。首先外观大家都能看到，我觉得颜值还是挺高的，跟我这个厨房也很搭。它的进深也比较短，只有39厘米，大部分餐边柜都可以放。其实这个机器我刚开始收到的时候觉得挺难操作的，但熟悉之后发现其实就很简单，跟微蒸烤一体机的功能差不多，主要分3大功能：微波、烤、蒸汽。先来看一下微波功能，它是变频微波，按一下就可以选择不同的瓦数，旋转这个选择时间。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个微波定温加热功能，你可以不用设置瓦数和时间，直接选择你想要的温度，从-10到90度。它是在内腔装了远红外探头，当它检测到这边的温度达到了就会停止。比如说早上热牛奶，直接选个60度，出来就是正好可以喝的温度，或者软化黄油、软化巧克力都很方便。第二块功能是烤，也是按这个按键来选择，可以选有预热的烘烤、无预热烘烤，还有只有发酵功能也是在这里，还有只有上烤。有预热的烘烤，预热完成后它会有提示。烘烤功能它主要的特色是这个顶是弧形的，据说是有仿古式窑烤的高效聚热特点。这个我用下来的感觉是效果真的很不错。本来烤管隐藏按道理应该会火候不够，但它这个不但不会不够，还挺猛的。我试了烤肉松吐司，第一次没注意顶部就直接焦透了，第二次我在旁边看着，大概10多分钟就要加盖锡纸，最后烤出来的上色都很不错。下烤管也是隐藏的，火力会有点不足，建议直接放在底板上烤，就基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另外这台机器它是没有背部热风的，空气炸功能实际是比较缺失的，反正我试过烤薯条效果不理想，所以我这里是另外买了个空气炸锅。但它家更高端的机型是有背部热风的，就是价格会再上去，而且没有白色，所以我就没有选。这个烘烤功能区别于其他烤箱，它是可以到250度的，一般烤箱是只有到230度。第3块功能是蒸汽相关的，有纯蒸。纯蒸功率是1060瓦，其实不算大，我自己用下来感觉是比我平时用的蒸烤箱需要的时间稍微要长一点。但我做过的食谱蒸出来的效果我觉得还是可以的，比如蒸包子挺出乎我意料的，挺好的。水蒸蛋也是嫩得不得了，蒸鱼蒸螃蟹也都是挺好的。蔬菜蒸出来会稍微偏硬点，可能需要的时间要再长一点。蒸汽微波之前跟大家分享过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。蒸汽比较慢，但蒸出来的口感湿润；微波比较快，但口感比较干，两个结合就又快，口感又好。过热水蒸气也是它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功能，我的理解它其实是一个蒸烤功能，它是可以到250度，结合它的仿石窑顶的高效聚热特点，烤肉的时候表面可以迅速的焦化，锁住内部水分。试过照烧鸡腿、烤五花肉，确实是很好吃的。然后这个也是分预热和不预热的。主要功能就是这3块了，但它下面这个快捷键也是比较有特色的，按一下开启加热米饭。说明书上说这个功能也是用微波红外传感器的，所以不需要设置一个固定的时间，当它感应到温度达到了就会停下。按2下开启热菜，同样不需要自己设置时间，10秒内可以调节火力大小，所以这个就特别方便。下面还有很多自动菜单，可以通过旋转这个按钮来选择。自动菜单内容很丰富，最重要的一点是它随机器附送的这本食谱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做法，我试过的大部分都非常靠谱。比如汉堡肉，肉汁很饱满，一点也不干柴。日式炒面我本来以为会翻车的，实际还挺好吃的，而且每一个都不需要开火，完全无油烟。除了自动菜单，这个食谱里面还有很多其他菜，但是比较偏日式的。随机器还会有一本彩页的食谱，还有一本使用说明书，这个说明书是讲的非常详细，其实只要耐下心来好好看，就能很好掌握这个机器的用法了，像这种加热原理它都告诉你了。另外还有一对烤盘加烤架，这个蒸盘是有条件获取的。
水箱容量是600毫升。比较细节的一点，它是把这个水箱和这个算是接废水和残渣的这个盘子给分开了。内部容量虽然说是26升啊，但实际用下来是感觉偏小一些的。纯蒸的时候，如果想放盘子，双层蒸是蒸不了的，基本只能单层蒸，除非是很扁的东西。放到上面也是一样的。易清洁方面，因为烤管全部隐藏，所以是比较好清洁的。这里也有自动菜单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考虑。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拜拜。早上来做个炸酥鸡蛋煎饼。这2天手受伤了，让我老公提前切好了食材，这样早上做起来也比较方便。据点上约我，我把现实像现在头顶蓝色白色。山上也约我，路弯弯的，任它相思去求我。在水里约我，连以后不放弃的是你这风风。中约我念麦子落什么青青草绿色。彩虹后约我，晴雨后过，才和我陪。咖啡好啦。就加了黑芝麻还挺好吃。是吗？有芝麻的香味。但挂壁怎么没了？这次我弄的稍微稀一点。窗儿如叫他走不了，你说你想去哪个？我带扇子茶陪你喝，谁都不要谈离合。即使离他也不得忘我。笔墨纸砚不要。我们刚才在那里吃。哇，这外面的荷花真的太漂亮了，太爆了。